张姐回来的那一天，我知道这场编织了5年的美梦醒了。这些年辛苦妹妹替我照看夫君，教养儿女。我是齐婉婉，与姐姐齐渊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。她自幼张扬明媚，深得爹娘偏爱。在长到豆蔻年华时，已是众多公子追捧爱慕的对象，其中就包括了我喜欢的人林辉。阿渊，我喜欢，我希望你能收下这个。什么破东西敢给我？这京中爱慕我者无数，你想得我青睐，最好能做点特别的事。我可以把我的心给你。哼，心是最无用的东西。可后来张姐还是嫁给了林辉，林辉很高兴，而张姐认定了是林辉使用了阿杂手段逼她就范，于是在婚后生下一双儿女，便与她的初恋情人私奔了。一双儿女呱呱坠地，当娘的转头就跟别的男人跑了，这么大的丑闻，你让我林家的面子往哪儿搁？要不让我另一个女儿嫁过去当继室，我跟老爷都商量好了，不用给聘礼，直接过去抚育2个孩子。令公子心里若是有气，对着婉婉撒便好了，毕竟是亲姐妹嘛，这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就那样嫁给了林辉。我想过他新婚夜会生气，会冷落，会用各种言语羞辱，可他……抱歉。江南有梦烟雨，长河流入故里，水烟漫漫，渡过百川千万里。为什么要向我道歉？你本该有更好的选择，你本该遇到更好的良人。他像是真的内疚毁了我的人生，可林辉不知道的是，我这辈子没有更好，因为那些好的东西都属于姐姐，只有她不要的用烂的东西，我才有资格触碰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关心我的感受，他是第一个。夫君就是最好的良人。喝合卺酒吧。夫君，你脸红了。婚后5年，我们相敬如宾，那2个孩子被我教养得乖巧伶俐，婆母喜爱，家庭和睦。可偏偏……怎么，莫非妹妹不想把夫君还给我？别以为在林家待了5年，就把自己当女主人了。你是谁？干嘛许我娘亲？楠楠不可无礼，她是你们的母亲，亲生母亲。3月百草开，迎上门手挽无素，虫鸣和着欢笑，心事书。公子，夫人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嘛，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？不是婉夫人，是苑夫人，您的原配夫人回来了。阿回，想我了吗？楠楠，小宝，到娘亲这来。真好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是啊，他们才是一家人，哪怕是走了5年归来，仍似当初亲密无间。今日把你们都叫过来，就是想谈谈婉婉和齐渊将来在府中以何种身份自处。不若以平妻之礼相待。娘，我才是阿回的原配，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中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夫君被别的女人抢走？而且他若是平妻，将来孩子们怎么叫我呀？可若是妾好呀，既不会落了妹妹名声，还能全了她这些年的辛劳。婉婉，你会做妾的吧？此事姿事体大，还是容后慢慢考虑吧。我送你回屋。谢谢夫君。我不会让你做妾，你的身份也不该为妾。那时我当他爱极了我，觉得5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，觉得自己也终于有被偏爱被袒护的一天。可后来，婉婉心思重，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落她的面子，你可有想过以后会怎样？
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男人被抢走嘛。是你的终归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他若因此生了嫌隙，原来在那么多人面前维护我的体面，不是因为喜欢，而是怕有朝一日生了嫌隙，我会对姐姐不利。哼，听到了更好，心里有数，才不会像个跳梁小丑一样乱争乱抢。其实仔细想来，我跟林慧也不像正经夫妻。他赚钱养家，我管理内宅，说的好听点儿叫相敬如宾，说的难听点儿，无非是两个陌生人躺在一张床上，又不得不假装体面尊重。今天的酒好像不够烈呀，不然我怎么喝了这么多，还是觉得这么难过。戏文说，夫妻之间是生死相随，是患难与共，是临了白头的长相厮守。可现实是我本将行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你化作了千流星，穿入了我的梦境，轻轻拥抱我哭泣，手机化为滴。自我嫁到林府，雷打不动的晨昏定型已经刻入骨髓，可偏偏今日真是醉酒误事。事实上，我并不是后悔昨夜喝醉，而是担心坏了府上规矩，惹婆母伤神。于是我抓紧脚步，见到的却是……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孩子掉到水里都不知道捞起来的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小姐溺水，不过婉夫人已经下去救了。娘乖，娘在哪？娘在这儿呢。不是这个娘，我要那个。对不住啊，这生恩就是比养恩大。纵然妹妹悉心教养了5年，她还是更喜欢我这个亲娘。送夫人回去更衣。不用了，婆母还在等着我请安呢。不，也跟姐姐照顾好楠楠。婉婉想请婆母安准婉婉离开林家。怎么突然想着离开啊？是不是回儿最近冷落了你，让你难过了？我就跟那混小子说，那是你姐姐给你脸色看了。哎呦，我就知道。不是的，婆母，不是任何人的错，是我自己想离开了。你真是我们的娘亲吗？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？因为以前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我跟你爹不得不分开。但是现在没事了，我会守着我们小宝，守着我们一家人，再也不会分开了。那小宝，你诚实的告诉我，你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先前照顾你们的那个娘亲啊？喜欢娘亲。不是这个娘，我要那个。但凡这个家还需要我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是要跟姐姐争一争。可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婉婉，人心不是石头，失望也不是一天堆积起来的，聚沙成塔，压在上面，心就怕了。但好在一切还不算晚，婆母只是各还本道而已。姐姐是您的亲儿媳，我妈本就无足轻重，所以离开一不足惜。可就算我愿意放你离开，回儿那边，您就跟她说我去法华寺为她跟孩子们祈福。不过我觉得她应该不会问起，毕竟她是那样的深爱着姐姐。阿回你照顾楠楠也累了吧？这边交给我，你去休息。阿回，你太好了，那我先去睡觉了，这边就拜托你了。如果是他的话，你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？你也忙了一天了，这边我应付得过来。放心吧，我没问题的。可是小宝正是依赖娘亲的年纪，他亲娘不在，我这个后娘当然得加倍补上。你就当行行好，成全我们娘俩好吗？那我守在屋外，你有事叫我。哎
哎呦，婉婉啊，娘亲的宝贝女儿，娘亲正要去找你呢。你看呀，你姐姐已经回到林家，你再待下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这俗话说，二女共侍一夫，则互相争妒。你跟渊儿又是亲姐妹。我离开林家了。哎呦，那以后也不会回去了。哎呦，婉婉，娘就知道你是个贴心的，断不会做出跟姐姐抢姐夫的糊涂事。走，娘给你做好吃的。娘知道啊，你最喜欢吃四喜丸子了。其实喜欢吃四喜丸子的是姐姐，我是我，只是娘亲习惯性的偏爱姐姐，总将她的喜好当成是我的，而我也不得不曲意逢迎，假装乖乖女儿，陪她做着一场又一场的戏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的话就多吃一点。来，婉婉啊，虽然你跟林家的缘分没了，但你到底是娘的女儿，这总不能真让你当一辈子的老姑娘吧？你看，张老爷子家缺一房管事的小妾，在你眼中，我是不是永远都登不上台面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跟渊儿都是我的女儿，就像这手上的肉。手上的肉也分厚薄，人心不是石头，有没有偏爱我分得出来。只是能不能有一次娘能想着我，而不是顾着姐姐呢？从小到大被牺牲的，要求受委屈的永远是我，但凡我有一点不愿意，你们就说我不懂事。可为什么我都这么懂事了，你们还是不能像爱姐姐一样爱我？娘，但凡今日站在这里的是姐姐，你们会让她嫁给一个比我爹年纪还大的男人吗？那张老爷子家有什么不好？不就是年纪大了点儿，脾气臭了点儿，姬妾多了点儿吗？娘跟你说啊，你都是嫁过一次的人了，这嫁过人的姑娘就不值钱了。所以嫁过人的姑娘就活该被儿子糟蹋吗？当初你们让我嫁到林家是为了收拾姐姐的烂摊子，这竟让我嫁给一个糟老头子。莫不是家里又出了什么事，需要我去填补那个窟窿？你爹欠了点钱，我们已经商量好，把你卖到他们家抵债。所以你们把我生下来，就只是让我一次又一次的给你们犯的破事擦屁股。我们生养你一场，恩情大于天，对你做什么，你都应该感恩戴德。把小姐带下去吧，大婚之前不准放她出来。我是齐婉婉，我又嫁人了。回想我这一生，年少不得父母偏爱，第一次婚嫁于夫有名无实，乃至如今要嫁于高龄夫婿，人为言轻，将最后的28年华一起葬送。起轿！我这一生啊，真是不值得的令人发笑。这，我去，那人是要抢亲吗？齐婉婉，你给老子下来！你我尚是夫妻，你怎么能抛下我跟别的男人结婚？若不是我一再逼问母亲你的去向，我都不知道夫人原还有偷天换日的本事，把寺庙祈福变成老子头顶生绿，真是长能耐了呀！夫人，我数到3，你再不出来，就别怪我不行君子之礼，将你的细胳膊细腿从小轿里扯出。3、2、1。你就算数到0，我也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姐夫。姐夫？是姐夫吧？这抢亲的男人跟轿里的小娘子的关系真是越来越精彩了啊！原以为是薄情女气中烈郎，
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二级反转来得如此迅猛。你方才叫我什么？齐渊是我姐姐，因为她拜了天地结为夫妻，自然是我姐。老子跟你同榻而眠5年，可不是让你把我当姐夫的。你干什么？抢亲，顺便姐夫教教你，始乱终弃是什么下场。这新娘子都没了，咱们还要去张家吗？当初齐渊抛下我跟孩子一走了之5年，而今你又效仿他想另嫁他人，我该说你们果然是亲姐妹，所以连始乱终弃都是一模一样的路子吗？如今各还本道，姐姐回到你身边，姐夫非但不珍惜，反而来找我，又是几个意思？若不是想做小情人之福，心里想着一个，也不耽搁手上攥着另一个。你们男人啊，老子爱的是你。远只远飘飘飘摇，几何却叫就别人间一笑。对不住啊，对不住，我原本没想这样的，实在是你这幼稚的玩笑逗到我。你喜欢我？你居然喜欢我？我喜欢你，就这么让你觉得可笑吗？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地方？我既不出挑，也没有齐渊那样讨人喜欢的性格，学识上更是谈不上满腹经纶，唯一拿得出手的，可能也就是有点自知之明。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我比不上齐渊，永远都比不上。你不用比，在我这儿，在你这儿，我只是个需要甜言蜜语粉饰太平的可怜小鬼，对吧？晚晚担不起林公子的厚爱，与君共处5年，已是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。缘尽尘灭，但求好聚好散，不想惹君生厌。姐夫若是听明白了，就把我送回张家。也是应该还没有结束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是真的爱你？你爱了齐渊那么多年，你的整个情窦初开都与他有关，你觉得突然转了心来爱我这种事有几分可信度？人心非磐石，并非不可转，转也转不到我吧。我早就习惯了好东西不落我手，你大概不知道吧？你追着姐姐满城跑的那些年，我的整个少女情思都与你有关。我喜欢林回这件事，持续了我整个豆蔻年华。我喜欢他的少年义气，喜欢他的笑容，喜欢他即便一次次被拒绝，仍然有坚持不懈的勇气。他看向姐姐的眼神很温柔，眼中像闪着许多星星，可姐姐不喜欢他，就像他不喜欢我一样。嗨呀，婉婉，这荷包做的好秀气啊！你该不会是春心萌动了吧？哪家的儿郎啊？林家公子，林回。谢谢渊儿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你也别觉得姐姐这么做不好，姐姐是在帮你试探呢。一个破荷包就能让他高兴成那样，将来指不定哪个女人勾勾手就把他的魂给勾走了。这种男人靠不住的，你听姐姐的，换个男人喜欢吧。后来我就明白了，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，没有失望就不会伤心，不会伤心，心就不会疼。我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强行插足只会害人害己。所以你才会离开？姐姐是你的原配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离开林家是所有人喜闻乐见的结局。可这种事你为什么不问问我？你只要问问我就……问你了，你会抛下姐姐选择我吗？我没那么厚脸皮，既已知晓答案，又何必自取其辱？我才不会像话本里的那些女人一样，一遍又一遍地问你爱不爱我，然后闹得双方都不体面。成年人的故事是要留一些，
我倒情愿你像画本中的女人，向我撒泼生气，我不会放你走的。你也别想摆脱我嫁给别人。后来的10日，他将我圈养在此处，很多时候都是他在说，我在听，即便我不应答，他也仍旧乐此不疲。当然，乐此不疲的还有那种事。你这是把我当外室了吗？我是在赢回我妻子的心。到了岁暮寒冬，他来的时日越来越少，我当他终于对我的新鲜劲儿过了，心中免不得松了一口气，可随之而来的便是无边的寂寥。林辉，我口渴了，给我倒杯水。我都忘了，他已经好久不来了。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，让人产生依恋，追忆跟他相处的时光，思念与他温存的每一个瞬间，可又在抽离时变得痛彻心扉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就看看这个雪人，照我的样子捏的，老帅了。擅自让我抱有期待，又让我失望，最讨厌你了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。真的不想看见我了吗？过往皆是念忘却。你不想见我的话，那我就走了。你要是敢走的话，就永远都别来了。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已经爱上我了？我没。不想听到拒绝的话，哪怕是假的也不要。之所以不来找你，是因为我想弄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，不声不响的一走了之。我真的害怕失去你，可思来想去，我找不到头绪。我觉得我应该知道答案，可它似乎近在咫尺，又仿佛遥不可及。你报了祈愿。什么？即便他在你的心口扎了一刀，让你痛了整整5年，可他出现的时候，你仍然轻易原谅了他，不是吗？那个拥抱那样亲密无间，真的我根本就像是一个笑话。就因为那个拥抱？那不是拥抱，那是你爱他的证明。这他妈才叫爱。当时是他自我自导的，而你偏就在那时出现。若是早知道你如何生气，这就会对你30年一起，这是我让我走。越过线越容易让回首不堪。真的没能察觉到你喜欢我，我很抱歉。因为你嫁给我的时刻太过特殊，我总觉得你对我是不情不愿的，所以我不敢擅自喜欢你。我怕若真惹恼了你，我怕连表面夫妻都做不成了。5年的时间虽是相敬如宾，却是不能宣之于口的爱意在波涛汹涌。我对祈愿是有过喜欢，可谁是真正值得我珍惜的姑娘，我一分的清楚。我没有原谅你呢，我还在生气呢。好，是我做错了，生气了就朝我泄火，别闷在心里。像这样，我才不会做这种事呢，你又不是我的谁。你别动，我的定力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好。色鬼！娘亲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把自己藏在马车底下过来的。我们太想念娘亲了，可是爹爹一直不告诉我们娘亲在哪儿，所以我跟姐姐就想了这个办法。我说今日马车为何比往常慢了那么多？原来是负重前行啊！真亏你们想得出来。万一受伤了，掉在路上怎么办？有风险才有收益嘛。我看着他们吵吵闹闹的样子，恍惚间仿佛回到了过去。娘亲，我们回家吧。爹爹让娘亲难过，小宝不让娘亲难过，我会和姐姐还有奶奶一起收拾害娘亲赌气不回家的爹爹，所以回来吧。我不想回去。
为什么？你们已经有了亲生母亲，我不是你们真正的娘亲，所以我不愿打扰你们。养恩终究不及生恩，养母再好，也比不上血缘相连的亲生母亲。是因为囡囡落水的时候没有抱娘亲，让娘亲伤心了吗？对不起，囡囡不知道，娘亲现在喜欢蔷薇香，不喜欢玉兰香了。蔷薇是姐姐钟爱的花，玉兰香才是我惯用的香粉。若不是她将我平日用的香粉调包，害孩子认错，叫我们离心。娘亲，囡囡知道错了，娘亲不要生囡囡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喜欢自己的娘亲是人之常情。囡囡乖，跟你们爹爹回去，跟你们真正的娘亲好好过。可是我跟姐姐认定的娘亲只有娘亲一个啊。齐渊是母亲，不是娘亲。小宝喜欢的是娘亲，小宝永远都会爱娘亲。小宝和姐姐不知道什么生恩养恩，小宝只知道谁对我们好，谁就是我们真正的娘亲。是啊，娘亲，不要把我们推给那个女人。我们想和弟弟还有娘亲在一起。孩子如此，我亦如此。我想跟你一起生活，我想我的余生都跟你有关系。那祈愿呢？你要选择我，将他丢下吗？我不会选择你。谁把月放里你就是答案本身，不需要所谓的二选一。你是起点从一而终，地老天荒，只剩你模样。你要将我赶出去？你疯了吗？我是你的正妻，是你2个孩子的生身母亲。生而不养，如何配叫母亲？是你唆使的，对不对？还我把你当亲妹妹，你却要抢我男人和孩子。你打我！婉婉是我的妻子，你羞辱我的妻子，打你都是轻的。你就不怕这一掌打散我们多年的情分，让我永不回头，再也不要你吗？林辉到底爱了齐渊多年，只怕娘亲没关系的，爹爹已经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舍不得。你想走的话随意，只是金银细软不准带走，孩子和名分都属于林家。你真要断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？从你抛下我的那一刻，咱们之间就没有关系了。我可以解释的。也许当年的灵回是爱你爱得死去活来，非你不可。可现在的灵回是这2个孩子的父亲，是一家之主，是我婉婉的夫婿。我爱他，亦非他不可。那2个孩子呢？你再怎么否认，我也是10月怀胎生下他们的亲生母亲。生恩总比养恩大，我怎么可能比不上这种女人？又是这句话，囡囡都听腻了。娘亲，爸爸，别碰我的孩子！你这个贱人，离间我们夫妻感情还不够，又想抢我的孩子！你有一天见过母亲的职责吗？他们夜里啼哭想要娘亲的时候你在哪？他们生病发烧浑身烫得跟小火球的时候你在哪？他们被人欺负需要娘亲护着的时候你又在哪？你从来没有出现过，现在我惺惺作态扮演什么好母亲？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后娘永远比不上亲娘这个道理，所有人都明白，你为何不明白？可但凡我们有选择，我们也不想从你的肚子里出生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你们的亲娘啊！那又怎么样？我们第一眼见到的是娘亲，陪着我们长大的也是娘亲，就算没有所谓的血缘纽带，我们也会喜欢她一辈子的。小孩都明白要付出才有回报，偏你总把别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，如今落得讨人嫌的下场，也是你活该。行了，我家夫人和孩子累了，请你速速离开，别碍了他们的眼。你是非要我请你离开吗？慢！娘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阿回为了一个女人要赶我走。休叔，娘，怎么连你也？ 5年前你抛夫弃子，
跟着情人一走了之之时，林家对外宣称的是你因病亡故，而今你又恬不知耻的回来破坏家宅安宁，这封休书自然是要补上的。另外，我林家的媳妇儿的确姓齐，不过是齐婉婉的齐。将她拖出去吧。不用担心无处可去，我已经通知了你的初恋情人来接你回家。看得出你还挺贴心的嘛。的确是贴心。我应该告诉过宝贝儿，下次再敢逃，就把你的尸体。灵魂，夫君，救我！还敢叫别的男人名字，还敢称别人是夫君。啊，宝贝儿真是学不乖，惩罚要开始喽。记得规矩吧，敢叫出声，就把你的尸拉下。都跟你说了不要了，你还折腾我。夫人差点给我戴绿帽子，这笔账我总得讨回来吧。你怎么还记得这一茬？因为我是个很小气的男人，忍受不了我的爱人心里有除了我以外的男人。双标，你心里之前还住着齐渊呢。翻旧账，是你先给我翻旧账的。感觉娘亲好像比以前活泼了不少呢。因为被爱，所以有恃无恐嘛。从前我以为我这一生就是不值得的，可后来有很多人跟我说我值得，我不需要被选择，不需要被比较，我是他的答案，是他的唯一，可以得到他全部的偏心和爱意。时光兜兜转转，在历经了生命的寒冬后，又迎来了久违的春天。春暖花开，婉婉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交配。你脑子里就只有这种事吗？期间爹娘有上门找过我，假情假意地表示他们错了，希望我能供养他们，而林回则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为由拒绝了。他现在姓林，不姓齐。婆母视我为亲女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我，平生第一次有了来自家的真实感。我希望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下去，乃至遥远的未来都不要分开。